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我们今天是法院人一天。韩哥需要策划一场普法活动，前方书记员，一波法警，大张伟导诉员。我的祖父他租了我的房子，现在欠我的钱没给。你的祖父怎么了？你有拿到那个钱？是不是要第3个月才给呢？你再等1个月好吗？回去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反正我听懂了。然后，但是我看看啊，等会儿给我查查啊。你是歌手，你不是法官，能够解决问题吗？体验一天当书记员的工作。书记员要负责案件核查、跟当事人代理人联系、送传票、送诉讼材料、调解、质证、询问、收回会议。这个还只说了1/10哦。哎，法警那边还缺人吗？我要被摔吗？还被打？一博，你准备好加入我们的训练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开动！机会！把抽屉打开，把账本拿出来，把这个主机拆下来，后压3台动感单车。有这样的父亲真的是丢脸，一直就是在外面逍遥，一直玩，没干了，不要说出来，一切来的真理。判决如下。每一个坚守岗位的普通人都是平凡而伟大的。作品。从现在起，天天兄弟将开启全新身份 Workman 职业侠，不定时前往各个角落，沉浸式体验各行各业，致敬每一个了不起的劳动者。职业侠 Academy。到了，这就来到了我想体验的这个法院——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所以我们今天是法院人一天。走喽！开工！您好，我是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请出示您的证件。证件，我们都是有证的人。好，请予以放行。予以放行。来，好。你看，我们平常啊，我们很少有机会就是走进人民法院。对，请这边从4楼到第19号。4楼好，19号。 4楼第19号。第19审判庭到了。韩哥，哇，好严肃的哦。对。大家欢迎各位天天兄弟。你好。速降。大家好，哎。欢迎大家收看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上网课呢就用猿辅导 APP 啊。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做节目呢，心情不一样。
很严肃的感觉。对，就特别的严肃啊。站在我们身边的是3位法官。我们首先请3位法官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女士优先吧，好不好？好的，首先呢，我是代表我们全体法官欢迎各位天天兄弟来到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来体验我们法院人的这样一天。我是来自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的民事法官，对，你咋黑你啊？但是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武汉人，所以我武汉人。然后我平时呢审理的领域主要是和大家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婚姻、继承、抚养、家事类案件。对，家庭纠纷。对，家庭纠纷。那跟前锋是没有什么息息，我还没找到那个息息呢。加油，马上就有了啊！我们的赵法官啊，被誉为才女法官，特别擅长家长里短的事儿。那这个怎么去断呢？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其实呢，平时审的都是那种特别鸡毛蒜皮的一些家长里短的案子，然后我呢，其实平时比较擅长，也比较热衷于把它们写成新媒体推文。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叫《我养你啊，法庭劝你醒醒吧》，这篇文章好像点击量都千万流量啊。我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的副庭长王立夫，我主要负责呢立案管辖民商事快审，其中包括知识产权、房屋买卖等等一些简易的案子的快审。立夫哥是连续3年办案量是全院第一啊，那大概有多少案子啊？这个2018年我结了1042，哇！2019年呢，我结了1064，2020年我结了1600多。哇，那太累了。我今天带了一个各位都很熟悉的一个道具，自拍杆儿，是带货的。介绍一个数量非常大的一个诉讼案件，这个呢是一个使用新型，叫专利。这个是专利的这个自拍杆的专利的技术特征，就在于这个弯可以扣进来。对吧？就是这个形状，只要别人没经过他的许可，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扣进来的自拍杆，就构成侵权。那么我们法官呢就想提醒这样的销售者，第一呢，就是要积极的应诉，参与法庭的这个诉讼。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法庭提供自己是从合规的厂家进的货，这样可以利用什么呢？法律上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只需要停止侵权，不需要赔钱。大家好，我是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咸一庭刑事法官，4级高级法官蔡文。我主要从事的是刑事业务的审判工作。蔡文法官啊，就是近期轰动全国的一个特大涉黑的操场埋尸案的主理法官。2019年4月中旬，湖南操场埋尸案历时16年未能侦破，心晃一中操场挖出的遗骸，经彻底查清。操场埋尸案是本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的标志性的案件之一。这个案子从案发到我们破案，历经了16年。16年？对，就正式考虑到我们这个被害人蒙冤16年，所以我们法院在受理案件以后，加快了审理的节奏。整个从一审到完成刑诉法规定的所有的诉讼程序，一共仅用了70余天。我们要让虽然迟到了的正义，在我们发现以后，让它快一点，再快一点，尽早的实现。这个民法典当中有很多这个热点啊，跟我们都息息相关，是吧？我们来代表大家问几个问题吧。前锋，你问一下吧。我听说现在就是大家关心的啊，婚姻30天。比如说要离婚，冷静期是吧？这个确实是热议，然后这个呢也是各种声音都有。那我用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来告诉大家，有一天呢，我在这个法庭上自己的故事我说的故事都是指我遇到的故事，不是指我的。那我有一天呢，我就遇到有一对这个小夫妻，他们递过来的这个离婚诉状啊，你知道他离婚的理由是怎么写的吗？其实就一句，就是说他炒菜不放盐，他洗澡不关门。不押韵，就是说，因为他说话不押韵，所以我要跟他离婚。他不是个 rapper， 他不是 rapper。
也就这么一点点小事，然后到法庭上来呢，两个人就开始扯皮拉筋了。女方就说：“哎，你看看家里这些事儿，洗碗是我洗，拖地是我拖，买菜是我买，你说你干过什么事儿？”这男的就不服气了，他说：“哎，我怎么没有买过？你那个昨天上厕所没有带厕纸，还是我到楼下给你买，给你送进去的呢？”结果这男的这话一说出来，两个人一下子笑场了，脱天笑了。对，然后勾肩搭背走出去，不离了。这是不是也得依法判决，过那个蔑视法庭？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种案子，它其实上是当事人的一种冲动型离婚。那这个离婚冷静期呢，就是为了防止，就是大家一冲动，对，说离就离了。说离就离。但是有个30天缓冲的话，可以冷静的思考一下，想一下他的好。最近网上就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游戏装备和虚拟货币是可以当做遗产，然后继续继承的。以前呢，我们法律对于继承的遗产主要的规定还是在货币啊、实物啊，还有这个房产啊，然后各种股权、知识产权。对于这个虚拟财产是近20年来才产生的新兴的这样一种产物，所以说这个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了，如果说对于这种网站的店铺或者是说各种游戏币，它有财产价值的话，它也可以。对，因为其实有的游戏账号特别贵，之前买过，你知道吗？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位法官啊，就我们刚才啊，就是大家的观察，觉得我们比较适合什么岗位？比如说前锋适合法院的保洁工作，哎，这地板得拖一阵。今天的4个岗位啊，我一个一个来分工。就是像韩哥呢，您今天需要策划一场少儿普法活动；前锋呢是体验书记员的工作；大张伟呢是体验导诉员；一博呢今天可能需要去体验法警。这工牌背后呢是你们每个人的职业带教老师的名字。各位兄弟，我们会在监控中心全程关注大家的表现，根据每位兄弟的表现，给表现优秀的兄弟颁发合法大使的荣誉称号。赶快去换上你们神圣的职业装，去开启你们法院职业的体验之旅。好，体验之旅。我要去找的这位老师叫做胡辉，我是实习的导诉员。胡辉老师在哪儿？胡辉老师，哎，这位就是胡辉老师，您好，哎，你好，你好，幸会啊！您先给我解释一下，我这个行业是干嘛的呀？我们的导诉台呢，其实你很简单的理解，可能就有点像那个医院的导诊台啊，导诊啊。您的一般第一句话会说什么？您有什么事务需要办理？您有什么事务需要办理？我们不光是要引导他们进行一些诉讼，我们还要回答他们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问题。但是我不会怎么办？眼睛这儿有没有什么表让我看一眼？有表格的。对于来的群众，我们会询问他是民事立案还是执行立案。哎，那么如果是他说是民事立案，我们就递交这一套资料给他啊。因为导诉第一步需要了解所有的窗口设置，我先带您了解一下我们的窗口，可以吧？好，走。我们这里主要的民事立案窗口是8号窗口。8号窗口，这个网上立案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在网上登记了立案以后，我们可以到窗口直接递交材料。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跨域立案，好，还有一个我们的保全立案和执行立案是在这一个窗口。所以其实只要是来立案的当事人，你可以指引他根据他的案件类别取号以后到窗口立案。哎，您每天要处理这么多案件，你会不会对人类非常失望啊？没有啊，因为大家你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很多好人，为什么大家有那么多事儿啊？上牙齿和下牙齿都会碰撞的时候，如果是人与人之间呢？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智能诉讼平台，也叫做智能书写台。哇，这么多！它有一些简单的重复工作，它也有一些需要很专业的回答的。所以说对你们工作非常之肃然起敬，好多细节太麻烦了啊！我相信您的睿智也可以胜任该工作，所以您还是回到您的导诉台。您那边有什么类似什么宝典呀，或者什么手册什么的吗？听说您要来，我特意准备了一本导诉宝典。哎呦，谢谢您，哇，还是手绘的。工作要求第一页就写着，致
我最崇拜的大老师，你的《阳光彩虹小马》这首歌我非常喜欢，没有写这个，是写的是2个坚持3心4少，是不是啊？对对，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几类问题。那这么着，待会儿我有什么问题及时找您，可以，好吗？我就站在边上。谢谢您，好嘞。去哪儿找？你好，您知道这个熊小辉老师在哪儿吗？熊小辉老师，应该是在训练场吧？训练场怎么走？好的，谢谢。你好，您应该就是小辉哥吧？你好。我是一博。你好，你好。今天你要体验的是咱们这个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还有实战化训练，再就是刑事警务保障中的这个模拟押解，然后就是巡逻这几项。好。您这个以前对咱们司法警察有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没有？没有。对。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司法警察是隶属于咱们司法机关，也就是说隶属于咱们的法院和检察院，我们承担着执庭、押解、安全检查，还有预防突发事件的处置。今天我们带你体验咱们的这个第一场司法警察的这个实战化训练，好，希望你能够坚持。好的。我要被摔吗？还被打？不会，然后会给你教一些徒手防卫控制啊，一招制敌。一博，你准备好加入我们的训练了吗？准备好了。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实习司法警察王一博。一博，请入列，在第1排的末尾。今天我们要训练的第一个科目为徒手防卫与控制。在我们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拒不配合执法的相关人员，那么我们就需要运用到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在保障我们自身人身安全的同时，将其顺利制服。接下来有请教官施磊组织训练。小心！首先，我们第一个所讲解的科目是对方在没有任何武器的状态下对我们实行攻击，我们如何予以徒手控制？两位教官，准备，开始。好，起立。下面，王一博，你能不能加入我们这个实行团队？好，来，过来。你是担主操作手，可以吗？好。对方如果抓握你的胸口，你怎么解脱？首先，你要拿左手控制起他的手腕，不让他能够挣脱，然后拿你的手肘击打他其左手腕，顺势右脚上步落于他的腰后方，下压，对，非常好。左步迅速拉力，好，手往上拉，哎，上提，他就无法动弹，他示意你的控制到位。好，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开始，哎，好，漂亮，觉得怎么样？好，不练。现在我们对脚部的攻击，我们采取反手，准备，开始。你能接着体会吗？可以。那要不要还一下？不用。行，不错。走，好，然后后腿压肩，好，压肩以后迅速转体，往那边冲。对，你在他的右边，右腿跪起腿部，拉到左腿，然后往下压。好，再请王一博同志来一遍连贯的格斗，准备。脚步控制技术，开始。好，
一博的这个动作还是挺规范的啊，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比较适合举一反三。接下来我们的训练内容是对抗演练，在这边有摆放到我们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常见的一些使用装备，比方说警棍、盾牌、抓捕器、钢叉，以及我们的防爆服。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情景演练来应付这些突发情况，请石磊教官继续组织。是，穿一个防爆服。小警种作战是我们经常的日常一个训练，我们采用3人组如何进行进攻。我们这里主要分为一个主盾水，在其强守位，这是抓捕手，在弱守位等待时机。我这里为主控手，对其予以控制。预备，开始！进攻！起！王一博，你出列一下，你想加入我们哪一名？对手吧。对手吧。好，你根据他对你的冲撞力量定，我这里一旦控制以后，你就上扑，好吧？准备，开始！开始！走！快点进！走！快点往前！快点往前！快点往前！找机会，找机会！下去！没有，不要走，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停，向右转。王一博同学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基本上在我们的教官演示1到2遍的情况下就能迅速的学会。我们想请问一下一博同学，对于我们今天简短的司法警察的训练体验有什么感想吗？就能感受到很辛苦，然后也知道面对很多时时刻刻危险的这个处境，需要这些肉搏去这些准备，感觉真的是危险的一个警种。对。今天我们这里的训练暂时告一段落，一博你可以继续体验你的其他职业体验。感觉怎么样？哇，很辛苦啊！突发情况应该比这个更严重吧？会更危险。我遇到比较危险的就是那个直接这个当事人拿刀过来直接对我们这个执法人员进行这个攻击。这是我们在这个处置的过程中，那就要做到这种团队协作。一博，那我们就体验咱们司法警察的下一个工作。好。书记员一般在哪儿办公啊？去找王小纯，王老师。在这里，在这里，民事审判一庭。哦，你好，你好。您好，您好，您好，请问您是王小纯吗？对对对。终于找到了。有点难吧，到我们这边。还行，还行，还行。我来的时候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们书记员的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比较繁杂。很繁杂。我们之前还在说你确实挺倒霉的。什么叫倒霉？是的，因为我们这儿是业务部门，就是非常非常的繁杂。业务部门到底包含了哪些业务呢？就现在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所有能看到的案卷和藏在这个柜子里面看不到的案卷，全部是我们要代处理的工作。然后这里面就包括排期开庭、送达传票和当事人、代理人电话沟通联系、处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的事。哦，我这个还只说了1/10哦。哎，法警那边还缺人吗？来不及了，你来这儿肯定是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来这儿肯定是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书记员的活儿都是特别杂的，如果没有书记员的话，我们法官平时日常工作的开展就很难顺利进行。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前锋今天能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我现在送你个见面礼。什么？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你会要随时做到记录。哦，好的，好的，好的。我先去带你熟悉院里面的环境，好吧？等一下你会要跟各个部门对接到的。好好好，跟我走吧。做我的实习生会充实的很幸福。我就比较喜欢充实的生活。希望这个录制到最后你也会说这句话。我们先到1楼。你看到的法官通道，这个就是通向审判庭的，这里就是我们的调解中心。哎，
前台，哎呦喂，你好，这是当上这有男朋友吗？有的。有，哎呀，完了啊！没事，我的工作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无聊。充实啊，充实，哎，充实啊，那是肯定充的我特别实。您这我们这边也是，我是咱们其实这个法院的导航，导速，那得记的东西得很多。对，我们要熟悉我们院里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每一种案件、每一个流程。咱们老师多厉害，跟上网课似的。哎，好嘞，哎，拜拜，待会儿见，慢聊啊，待会儿见。这边就是我们的立案大厅，1号窗口诉讼缴费，2号窗口就是立案窗口。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没错，诉讼费结算中心就是我们的财务室，120办公室就是我们的送达组、诉前调解办公室、文印室、档案室。要不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在实操中去把它融会贯通，好吗？好吧，我们就开始实践吧。Yes。现在正好是有一个笔录要快点做出来，所以就得麻烦你打2个电话，通知当事人。就是打电话也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对，我们兼职客服。我平时也不太打电话啊，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了。然后我给你看，陈丹丹。陈丹丹。然后就告诉他这个公司的案子已经定好时间开庭了，让他过来领取一下传票。好的。好，行，那我就把刚刚这个文书弄了啊。哎，好嘞，好，您先忙。喂，您好。喂，您好，请问是陈丹丹吗？您哪里啊？我这里是雨花区法院的。您什么事了？您是陈丹丹本人吗？开庭通知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会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所以一定要通知到位才行。我不是。他能不能让他接一下电话？因为这个必须得跟他本人说的。他现在不在我身边。他不在您身边，您是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我认识他而已，他不是我什么人。你什么事了？我这边有事要通知他。那这个是他本人电话吗？这个不是他本人电话，我在用的他电话。你用的他电话？对。他，那我待会儿再打吧，好吧？您尽快把电话给到他，行不行？这个必须。什么事？你有什么事噻？即使是。这个必须得他本人接听的。好了。好吧，好嘞，再见。怎么说他？不是他接的。不是，不可能呀，我们跟他联系过几次了。是一个男生。对，是个男的，是个男的。啊，陈丹丹是个男的。怎么说？因为他现在是后来更换了一个法定代表人，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那个信息，原告那边就提供我们这个最新的号码。那其实他们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啊？他其实在跟我们耍赖。我们之前也跟他联系过几次，是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是证明他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当事人，是可以接受材料的。那他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再接听我们的电话了，那的话我们就得采用另外一种送达方式了，顶尖科技。顶尖科技。超级先进的，我们超级先进的，我要看一下。对，你在我这边。我们有一个闪信送达系统。这个全国只有我们长沙地区独有。哇！好，我先拿我自己的手机给你演示一下，好吧？我输入一下吧。我就给你看一下这个跟普通短信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般短信，如果你收到了的话，你把它划掉就可以继续玩了，是吧？你看，就会说这个通知，它就会完全锁住我的屏幕。我不点开，我就使用不了手机，就使用不了的。我想要使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我点开，查看这个信息。好，我这里就收到这个通知了。我如果是当事人，我以为我就看一下就没事了，是吧？没事了。我这里马上就会收到这个反馈显示，发送成功。对，这个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即使你之后假装没看到，你不过来开庭，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如果说那种当事人不提供电话号码的，我们只要有那个身份证的信息，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协助查询到他名下3大运营商所有的号码，所以等于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搜寻他。
咱们刚刚那个案子案号是，先打括号。括号。对，然后2021。21。就这个。然后香。0 3个1。0111。你是不是看我打字特别的着急？也不会，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打字速度，到法院来实习1个月，保准你打字速度变快。好，提交并发送。好，接下来当事人就会收到这条信息。Yes。这个其实以后全国推广一下的话，对于我们送达难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举措，可以大大缓解现在这种案多人少的。对。那我们继续。我们还有工作吗？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不着急，没关系。我挺着急。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把这一堆处理一下，好吗？这一堆？是的。怎么处理啊？就是跟刚刚一样，这样打电话。就是需要打给这2位律师，通知他们说，要他拿2审文书。审是这个审，2审文书 ，OK 吗 ？OK 的。好的，陈兆平，陈律师。喂，你好，请问陈兆平律师在吗？我们是雨花区法院的，请他接一下电话，可以吗？他是这边是前台的座机电话，他不在这边哦。那您能给我一个他的电话给你吧。可以啊。陈是那个尔东陈。尔东陈。赵是那个日字旁加个赵的是吗？不，就是这个怎么说呢？长得很像北的那个。瑶字不要女字旁。瑶字不要女字旁，平安的平，对。查到了吗？麻烦提供一下他的手机啊。我们这没有查到这位律师哎。没有查到这位律师，没有这个人，不可能。你好。您是不是名字搞错了？我们这边只有陈北平哦。陈北平，长得很像北的那个。对，我看错，我应该看错了，应该是陈北平啊，看错了，不好意思。那您记一下吧，4377。好，谢谢啊。好，再见。陈北平，对不起，我看成了陈兆平，是我写的，是我写成这样子了。但是2个字确实有点像，这也是情有可原。喂，你好。喂，你好，是陈北平律师吗？你是哪里？我们是这个雨花区法院的，通知您来拿一下2审文书。好的。好，谢谢，再见。好，再见。慧慧。你好，哎呦，慧慧老师。你好。我要慧慧。这是我们2位这个普法组成员。你好，王涵。这是最新的。对，这是我们最新的民法典。这个跟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是的。涵哥，你今天你的任务是什么呀？我的任务就是跟大家一起策划一个那个普法的，就小朋友来学习一下。您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就做个模拟法庭吧。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截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案件我们选一个这样的案例，您觉得可行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喜欢爱玩这种游戏，他就可能拿爸爸妈妈的手机去充值，可能充值金额比较大，那么他这种行为，那父母可不可以去帮这个小孩子追回呢？我们用这样的案例，您觉得可行吗？行，那我们就赶紧吧，先去接小朋友，对不对？对。同学们好，王涵律师你们好，欢迎，热烈欢迎！你们是来自哪个学校的？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基层法院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今天呢，将会由我和3位姐姐带领你们来感受一下人民法院法官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也向你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好的，我们接下来带你们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诉讼服务中心，我们的一个大厅。来，同学们首先要安静啊，要安静。那我们今天是大家现在进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宪法大厅。这是法警叔叔，可帅可帅了。好，我们现在去4楼，因为人比较多，所以呢，胖的走路上去，瘦的坐电梯。因为太胖了，电梯会掉下来的。好，你肯定是胖子，对不对？好，来走楼梯，走楼梯，你们走楼梯啊。那接下来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举手示意。来，开始。哎呀，坐在正中间的这位男同学吧。我想问的问题是，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同学借了我的文具，他总是不会归还，这可怎么办呢？大气一点呗。大气一点，这有可能是个办法。算了。对你如果这个文具不是很贵重的话，他如果忘了，你可以提醒他，他如果想起来了就会还给你。他如果说谢谢，那就是你运气不好。对，这倒是小问题啊。还有什么有问题啊，小朋友？好，来这一位。我记得上一次我看到一个路人被楼上抛下来的一个瓶子砸中了，砸伤了。你看到的是几楼？楼层不算太高。哦。那他应该去找谁呢？就是谁抛的就找谁。但是他并不知道是谁抛的呀。不知道是谁抛的话，那很容易啊。我们首先1楼是可以排除的，因为1楼不存在高空抛物。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层面去分析一下2楼的可能性大不大。比如说，在这个楼下面，它有可能会有电线呐，会有树枝啊。如果是高空抛物的那些东西有残留物留在了树枝的上面，那树枝以下的楼层是不是就可以免于这样的一个赔偿？如果说我们没有监控，不能够确定的话，那么4楼、5楼、6楼、7楼、8楼、9楼、10楼共同承担被砸伤的那个人的医疗啊各方面的赔偿，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您的回答非常完整，推理相当缜密。Cool。好，谢谢你。我们现在再来一个男孩子啊，男孩子，哎呀，这个胖胖的小家伙。满脸红润，来自我介绍一下，包括体重也要说一下，我是来自沙子塘吉联小学的，名字叫做尹俊峰。体重呢？保密。40千克。哇，86斤，哇，可以，跟前锋滴血认亲一下啊。好，你的问题是？就是在课间的时候。有些同学就是故意撩打同学，就是玩弄同学。玩弄这个词用的不是特别恰当，的嬉闹啊，不是就是玩弄，就是。我们请书记员把这个记录清楚啊。我们的原告他提出的是玩弄同学，他就故意来搞我们，伤害到了我们同学的一些要害的一些地方。哦。这个是不是要犯法律责任的？这个在未成年保护法当中啊，应该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仅仅只有1次的话，它有可能就是1次嬉闹；但是如果说他经常这样，那就有点小严重了。那有可能就要请他的家长来谈话，让成年人用他们的方式来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好不好？好，谢谢王老师。不谢。好，同学们，我们今天提问时间呢到这就结束了啊。好。你好，你好啊，您说要干嘛？我们2个就是现在是在读大学嘛，然后我们在外面就是签了一个兼职合同，我们在外面代课啊。我们在那儿干了2、3个月了，但是没有拿到那个钱。你是不是要第3个月才给呢？你再等1个月好吗？那我们现在不就是我们自己不想干了，不想干。解约想对不对？对。所以您的这个案件应该是属于哪种啊？我看一眼啊，属于生活困难吗？你们是不是连那个起诉状也没有？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搞。巧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搞。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啊？你们这属于赔偿啊？不是，你们这属于什么？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哎，我们有一个天使，他叫做胡天使。胡天使，哎，你看来了，你看一叫他来了。我们第一次，您帮我们一下啊。这个我们先填哪个？先填原告的姓名，然后是被告的姓名。诉讼请求写清楚，你需要判决，也就是你的被告需要支付您多少钱，这是你的诉求，你把它写在诉讼请求部分。然后事实理由就是你刚才跟我们大老师陈述的那些事实就可以了。好，你们先填表。好了，谢谢啊。谢谢。哇，这工作真是不容易，听起来就费劲。我想要立案需要哪些？我想要获取。我现在生活困难。好，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的宅基地，城镇子女可以去继承吗？我看一眼。要不你看看，然后这个哪个属于你的案例啊？这里也不是，对不对？这个我也看不懂。你是不是生活困难？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生活困难的？这里有一个生活困难的。你好，您是立案？我查一下啊。你现在是属于生活困难，对不对？因为我是第一次，所以说等会儿我查查啊。你是不是生活困难？怎么办？是不是欠了？要回来。哦，那您现在生活困难吗？还行了。哎，终于生活困难来了。好了，那么生活困难呢，我们可以申请的是法律援助，您可以去那边，然后具体的可以咨询援助。谢谢，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当然。Yes。导诉台这个岗位呢，它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耐得了烦，服务要热情。先生您好，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说的待会儿您会去这个民事立案，你看这个民事诉状，然后就照着这个一模一样先写，叉的地方写上您的具体内容，对吧？对，就是这样。来，我来帮您问一嘴啊，他错过了申诉时间，然后不要着急啊，没事，都会好的啊。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啊，祝您所有的困难早日迎刃而解，因为马上过节了啊，希望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好了，谢谢您，往那边请，谢谢，感谢您。您好，您说，我想问一个关于执行的问题。执行的问题已经判决了，但是执行不到位。就是喂，你是歌手，你不是法官，我问你能够解决问题吗？您这么放着我的手的时候，我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所以说您来到我们法院，您心里也要踏实，好吗？好的。虽然我是一个所谓的艺人，但是我不是歌手。对，我是个歌手。然后呢，我已经提出了这个强制执行了啊，但是执行的不够狠，不够力。对，我们的养老金几十万块全部都没有。谁这么讨厌啊？这种人58万多，58万多，不是我们2个人，是我们一个有好几百个人的。什么？这个人怎么这样？执行法院进行对那个被执行人限制消费以及拍卖变卖他的财产。你提出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他就不给你钱啊？您的执行法院是我们院还是别的院？是在张家界。是张家界，那您就要跟张家界法院去。和他们联系。可是人家现在心里着急啊，这要找回来的。这就不属于我们法院解决的问题。虽然不属于，你要告知他向正确的部门解决。他说就是说，那个您告错地儿了啊，因为我第一次来，我看别人眼神，我觉得特别难。因为有很多人他真的很着急。你是认为执行力度不行的话，那么你可以向他的监察室或者是信访部门反映。那我可不可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呢？可以的。帮人找一下那个地址吧。没问题，我可以找。您可以找到地址，我可以找，这个没问题。衷心的希望您和您的那些老伙伴们早日这个钱可以回来。我跟别人合伙投资，最后这个项目没有达成，我给他投资了120万嘛，然后我现在要求他把那个钱还给我。他不还你，你跟他本人联系过，他就是不还你。对，我是要起诉他了。他以前是你的朋友，对不对？对。现在就因为这个钱的事儿，朋友不做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对，没有。120万比友情重要多了，对不对？那你想好就行，来。我今天想过来咨询离婚方面的问题，就我们有录音，他承认是赌球。赌博呀？对，就是赌球。我就是你姐姐，好，谢谢，加油。啊，你好。拿上那个立案的表格，拿一份起诉的材料。联系不上了，我可以立案吗？离婚方面的问题。离那就死了一大半。孕妇打人至少。小朋友打场的事情，孩子拿去抵押。劳动争议的案件，2、3个月了，没有拿到那个钱。说一下看账的。我有事情想咨询一下。签了一个兼职合同的来客。
越深入工作越会觉得有压抑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知道的太多不想知道的事儿，人家要是能解决这些事儿，人不会来法院。我就感到跟傻子一样，我觉得我在耽误人时间，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每一个来这儿的人。你想问一下立案需要什么材料？因为什么事儿啊？就那个借钱吗？你没借债？真的是，我在这儿工作快2小时了，我人生都灰暗好多，就因为这点钱，对不对？行嘞，然后呢，您现在没有这个诉讼书，对不对？啊，要去那边填写一下。然后呢，去那边的柜台。但是我还是劝你一句，你要告诉这个人以前跟你是好朋友，还是亲人，还是什么？好朋友，因为钱这朋友就不干了，就不做了，对不对？所以以前的话，真金难买什么友情，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对不对？那也不是啊。就是因为他骗你钱，你觉得什么友情不友情都得。那借钱人还的吗？行，那您就去做吧。好嘞，谢谢您啊。这个地儿真的是。啊，老师们好。怎么样？这个体验下来感觉如何？人性灰暗。人性灰暗。所有的什么友情、爱情，就因为谁欠谁钱，都能够不顾了啊！它是这样的，如果人的身体出现了疾病呢，就去医院。那你们的平时如果说这个社会关系出现了问题，他就找法院。对，我们呢，相当于在调整和修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非常需要。这个工作呢很有意义。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啊，就是你的表现给我留下的一个感觉啊，法院它可以是一个释放爱、妥协、让步的地方。就我们要避免这种冲动，避免意气用事下的判决，但同时呢，我们的判决也要体现一定的这种司法温度、人文关怀。我只是庆幸我没有做这个职业。我觉得人间既然有冷暖，尽量偏向暖的部分。然后，但是呢，这个地儿就是在处理，把所有冷的地方尽量变暖。它就跟医院一样，就是你并不愿意去，但是我们人间需要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救人。刑事警务中的押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这个看守所或者是其他的监管机构直接押到法院进行审判以后，我们再把它还回看守所或者是其他的监管机构的里面的一个职责。现在咱们是模拟，对吧？这不是真正的犯人吧？对吧？咱们对。好，那我们现在等待犯罪嫌疑人进入咱们的这个羁押场地。好。那表示人文关怀这个被告啊，到了羁押室以后，我们会把它从背号换成咱们的前号啊。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刑事案庭现在开庭，请执行法警将被告人的证据记下，请法警和被告人坐下。因为本案是新主证充分，首先第一个问题，你认不认罪？同不同意本案是用简易程序来审理？同意。公诉人建议对你判处有期徒刑2年，你同不同意？被告人不是，我知道是模拟，但是也是第一次面对要准备判刑的人。但是能够感受到很有威慑力、很神圣、很严肃的一个场景。现在休庭。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押解工作就到此结束。我们现在体验下一个工作，咱们的巡逻。好，我们这个巡逻的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对，然后再就是要保证这个参加咱们这个诉讼场所人员的人身安全。来，下去我们巡逻。好，起步走。
每一个工作环节，我觉得都要非常的严谨、跟认真、跟谨慎。氛围是我完全没有体验过的氛围。对。对，我知道，我是刚看到这个领款收据。哦，我知道。喂，你好。哦，已经到了，我一会儿下来接你啊。是不是我那个通知过来拿材料的？对。这个材料你得拿去2楼的接待室送给他。2楼的接待室。对对，你会找到这个律师，然后核实他的身份，然后让他在这个地方签名、签日期。然后稍等一下啊，你这个下去的话，以免等会儿还得再跑一趟，你就把这个也带下去吧。一个是去2楼接待室送达材料，然后再一个是去财务室办理退费手续。因为这个案子当事人撤诉了，他是可以退一半的诉讼费的。好，交给我吧。2楼和1楼啊。好。感觉是这个法院里最富态的书记员的吗？我觉得如果让钱枫在法院里面待上1个月的话，能够成功减肥。这就是个跑腿的工作吧？啊，我算是看出来了。哎，您好，您是刘律师是吧？我们先核实一下身份，好吧？没错，签名，写上日期。好的，好，谢谢啊。再去交费，时效性啊，时效性啊，时效性。哎，大老师，哎，忙着呢啊！行，又上火了啊！财务室吗？哎，你好，我这个是有一个要退诉讼费的。哎，这个情况他跟我讲的不一样啊。啊？怎么不一样？票据上面的和结算通知书上面金额不一致，我暂时现在不能给你返退费。哦，那要他重新填写这个单子。对，要把这个当事人写的收条重新再写一遍。哦，好的，好，谢谢啊。你是个快递是不？闪送啊，你是？来回来去在这干嘛呢？啊，这本质就是这样，就是个闪送啊。好。王老师啊，弄好了吗？没有。哦，就当事人收据提供错误了是吧？对，要让他重新写嘛。对，是得让当事人重新提交收据，不然没办法办理手续。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已经4点半了，我怕等会儿搞不赢。我们上诉到中院的案子，需要签这么一个评查表。还有，我就比较喜欢充实的生活。哎呀，我坐一会儿。啊，你坐着。先去327找法官签字，好，再去324找庭长签字，最后是去309找院长签字。啊，327，哎，327在那边。哎，你好，是唐法官吗？这边有一个案子要您签字。好，谢谢唐法官。再找324庭长。哦，董队长你好，这边有一个字要让您签一下。哎，好的，好，谢谢董队长。接下来是院长体育活。肖院长好，我这边有一个案件让您签个字。好，谢谢肖院长。好了。好了，哎，好。他们都只签了1张呀。啊？这里全是上诉移送的耶，全部都是。太充实了，充得我特别实啊。这个在法院一个书记员就可以活成一支队伍，因为他要负责的工作实在太繁琐了。接下来就是今天我说的那个重头戏。还有重头戏啊！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不要多你关心，一概不过。啊！别！有这样的父亲真的是丢脸。别不忍我！本来想忍，你知道不忍了，我要说出来。一切来到真理。
对你的这个场地，我们要进行一个搜查。保险柜打开哦，把抽屉打开，把账本拿出来，我把这个主机拆下来，扣押3台动感单车。哦，能不能再给一点时间给我？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我们这个其实是集脑力和体力于一身的一个工作，所以脑力方面我可以自己加油，体力方面我可能需要补充了。没有你这么健魄的身体。我把健去掉，我这破身体。这个安全这个材料我搬不下去，我是真的搬不下去。这对，需要你搬。这是我一个案子的证据材料。一个案子的材料。对。有这么多。哇，这个纸是最重的一样东西。这有多少啊？多少？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多，反正就是多。就是这一沓吗？我们下去一般都是把几个要办的事全部都办了，不会来回这样跑，还行不？OK 不？还行。然后我再放一个啊，这个去送达组把这个材料给工作人员，他会安排送达。这个有一个立重审的案子，你需要去立案庭的立案窗口。好。好，慢走啊。几十斤重。哎呦，哇，太重了！120，快给我打120，送完就打120了。哎呀，送材料，我帮你吧。好，谢谢啊。把这个都跑遍了。峰哥，哎呀，法警，我去立案了啊。哎，你好，要立案。好，谢谢。王老师。立完了已经弄完了是吧？对。好，行，这个案子立掉就可以了。辛苦了，今天感觉还充实吗？特别的充实。我体验了一天，觉得还是蛮辛苦的。每一位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是如此。好，我们待会儿呢要模拟一个法庭。穿上法袍的时候，你自己肩负着公平正义。现在开庭。哎呦，法官，这个钱我真的花的冤枉嘞！我们无法确认的，这个是。你们必须把钱还给我，现在就是我对你们错。怎么你们对我们错呢？怎么你对我们错呢？这又怎么讲呢？这又怎么讲呢？判决如下：被告10日内向原告小明退还4000元。现在闭庭。好了，同学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点紧张？是的，我都有点紧张。大家仔细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汪涵叔叔给大家普及的一些法律知识。如果问到你们答对了的话，然后我们有我们的法官小姐姐给大家送的小礼物哦。我们来第一个问题啊，刚才我说的2021年1月1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的全称是什么？好，来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恭喜。好，再一个问题，我国的民法典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来，2021年1月1日。2021年1月1日啊，恭喜，很好看啊。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小朋友自己要是看中了一台
笔记本电脑能不能拿自己的压岁钱去买回来呢？啊，女孩子，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压岁钱也属于就是父母或者是亲戚给予我们，也属于是应该要家长保管的，所以应该是不可以。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爸爸妈妈都会说，把压岁钱交给爸爸妈妈，等你们长大以后再给你。如果你长到18岁以后，爸爸妈妈又不给你，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问爸爸妈妈要回这个压岁钱吗？可以。可以啊。好，有没有持反对意见说不可以的？好，你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把钱花在我身上了，而且都是对我有帮助的。那你怎么确定爸爸妈妈就把压岁钱全部都花在你身上了呢？买衣服、上课什么书啊、笔啊等好多东西都花在我身上了。韩哥，我吓我一跳，我以为要把我们谁带走呢，真的吓死了。法警叔叔一进来，这位法警叔叔在巡逻。哦，在巡逻啊。对。但是突然间下来，你不说一声，小心脏是不是就扑通扑通？而且还是王一博进来了。那韩哥我继续巡逻去了。啊，你巡逻吧。好。好，去吧，就巡逻。好帅哦。好，我现在问一下，18岁以后爸爸妈妈不给，你们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请举手。你不接受？你妈妈就在那里，我告诉你。好，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不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有义务把我培养到18岁之前，而我这些压岁就是他们给我的，又不是给你们，为啥要说花在我身上嘞？哎，你看，他的这个花我的压岁钱不是你的义务，但是把我养到18岁是你的义务。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有请专业的法官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么其实根据我们刚才我们汪涵老师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之间达成的这个约定是到了18岁之后，它才开始生效，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手段，去追回这个钱的。但是呢，我们刚刚的小朋友也举了很多例子，我觉得这个钱爸爸妈妈可以不还给我，那这个也是你对自己权利的一个处分，是你的民事权利。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权利，我们有行使这个权利的权利。我们也有放弃这个权利的权利。大家要知道，法之外，我们还有道德，还有社会良俗，所以很多事情呢，它要很综合的去考虑。所以非常希望你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有收获，包括我们刚才自己的讨论，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一起合影，3、2、1。哎呀，我们刚才欢迎我们天天兄弟们凯旋归来。现在进入实战环节，兄弟们要分成2组，分别加入真实案件的工作中。韩哥、大张伟，你们需要去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田丰和一博呢，需要体验民事案件的执行工作。我们还非常荣幸聘请汪涵老师、张伟老师作为我们院的特约调解员，这是我们的聘书。这是真的吗？我们将在这里持续的关注4位的表现，加油啊！好，加油！你们继续开展工作。好嘞。来，请。哦，真的是，这是真的吗？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啊。张伟老师，请坐啊。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汪涵老师、张伟老师作为我们的特邀调解员来组织一场实战调解演。这位呢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原告，邓嗲。邓嗲看上去就些年轻了，年轻哦，刚婚了。这位邓女士，邓嗲的大儿媳，也是这次作为被告啊。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诉讼主体的列名请大家不要有心理上的其他想法。这位是我们邓嗲的小儿子，这位是弟媳，婶婶。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啊。就是后面呢，这个邓嗲呢，对这个晚年生活还是有一些追求了啊，那是。但是作为子女呢，他们就是担心这个年龄差距太大了，怕人财两空。后面的子女也是为了防止这个老人家在外面受骗，就把他的一些证件呢，可能给控制起来了。邓嗲呢，他还是想去跟这个
女朋友见面。这邓家虽然80多岁了，但是他为了去跟女朋友见面，他从窗户外面顺着这个下水管道了，从8楼爬到了1楼。哎呦喂，您这身体真是好，20出头。所以邓家呢又重新起诉了一个新的案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要求又返还这个4月份的14000块钱。第二个诉讼请求呢，就是要求把他的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这些还过来。第三个诉讼请求就是要求针对那2套拆迁安置房能不能还过来表面的诉请是这样子，至于说大家心里面你们真正这个纠纷的点在哪里，请大家畅所欲言。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个人。在走进这个门之前呢，有一个身份就是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但是在走进这个房门之后，我们是长沙市雨花区的人民法院的这个聘请的调解员。我们首先问一下这个邓调呢，讲长沙话吧？那我们就讲长沙话。堂哥他会说长沙话，用方言就能感觉我是跟你是一起的人。我觉得这方面优势是很棒的。那也还理解他们的这个行为不？我不理解。不解的。我解要听我听我说解吧，我自己觉得演了的呢，是搞了个要死搞嘢，我帮你起到个屋好得的路，然后呢，全家老房往1个季度，可能我卖婚的呢，就把我财产也签给他，派出所呢，他要等我把身份证搞起回来，他要等我搞起回来，一到7月份他就签给他，孩子叫我不要的，好的，心了不要真正好到。但是是何时把这个调的这个东西就拿到手，是不是？我是我的正亲他的户口是在我嫂子那边，是吧？我这么管过他的政治，也没管过他的银行卡、身份证，我什么都没管过。约好我只带人来抢钱的事，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他是4月20几号一个女的到我屋里来，是吧？我们本来是准备跟那女的讲，不能你到我的办我压了我要的，但是不能跟我压到身份证的，因为他也85的了，是吧？结果我们去发现那个女的把我压了我的钱，2万多块钱全部起给他。那时候没那时候自己还给的，我自愿把他的自愿，我的钱我是自愿把他的。我压了他第1句，我愿意的。他讲来陪我过一辈子，你敢来起田子跟你过一辈子吧？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子女呢不理解，想保护爸爸他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追求对，包括追求的方法子女觉得不妥，对，是吧？有这个花冤枉权的这个危险花冤枉钱那么这个老父亲呢，他觉得我的钱我去自个儿支配，我辛苦一辈子了，是不是？我不能拿这些去做一些我想过的生活嘛？我们是这个蛮在我们将心比心如果你以后老了，你也想像伢那个过这种很自由这种日子，你起案子不同意，对呀，那你会饿死的。我先生自由支配，对不对？对。但是这个支配的条件要存在哪里呢？不要，我年在40岁，他有么子想法就是不愿意跟崽增加负担。你现在这样自由支配的话，支配的不对了。以前我老板，我跟你说老实话，真的不舍得一辈子。是一点。3月10号过来搬到我这里，身上大概是来的时候有1万块钱工资卡，6000块钱现金我给他了，还有一个金戒指了，那时候当时卖了80块钱，120块钱看。那个女的来了之后，不到个星期没了。但是本身你们了解爷爷为什么会有这种，他就是想跟这些突然间一下变化了，他心里不是，说实话，一直就这样的。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只是狐狸尾巴藏住了。那你看，他是家伙他干的。当调解员特别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而且矛盾产生的这个事由也如此的奇葩，你没有听过，没有经历过，甚至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6月29号，9万的存折，别人告诉我看见他带了个女的去银行，我就打电话给我小叔子，他说那不可能的，存折在我这里。结果他以身份证挂失，就是把那个存折全部就钱取掉了。他过还是空话，他居然是害我。我们17天以后才知道。就追了3万5回来，然后就把那个钱马上转到我小叔子的户口上面，他就以这个事情还来告我小叔子。你看，第1个案子，不是我们追的话，那个钱到别的女人手上去了。这是我们全家人。他就告我，并且说我抢他的钱，有这样的父亲真的是丢脸。他就是要钱，我真的要走，我就说他实话，本来想忍着，你知道不忍了，老子就想一直就是在外面逍遥，一直在外面玩。你莫干了，我要说出来，一起来到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案件的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哦，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分工。好好好，很简单啊，不复杂。这是另外一个案子执行法官刘闯，他把这个案件的情况给你们做个介绍。好的，主任好，我是雨花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刘闯。峰哥，您的身份是实习书记员。一博的话，您的实习身份的话是一个实习法警。这个是你的执法记录仪，你到时候从上警车那一刻开始，放在这里。搜查或者扣押的时候都要记录，就把这个拿在手上。上警车就开始录了，下警车的时候开始录，就全程录。好，走，那我们就出发。对。听我口令，立正，两眼看，进，先看。现在我们出发去一个执行现场进行强制执行。跟着出发。他是拖欠员工的工资，标的不大，只有3万多块。但是呢，他那个被执行人就是拒不履行，钱也承诺过，承诺过以后一直没有兑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强制执行。那他万一暴力抗法怎么办？目前来说呢，这一块的我们现在的执法环境还是比较好。你像我们今天要去强制执行，他也只能够跟法院配合，如果他要对抗的话，就马上就拘留了。哦，就在这个7楼。他完全不知道今天，我不知道他是，他肯定不知道。我说有没有暴力抗法？万一，但是他知道自己被告了吧？对他，那他肯定知道。那杨老师，这个你们平时执行这种案子多吗？哦，几乎每天都在外面搞执行。各种各样的，比如变卖啦、腾房啦、拆迁啦等等，很多都是住在房子里面不肯搬。对，很多情形下面就要强制执行了。到了，我们等一下速战速决。好。待会搜查的时候你就拿在手上啊，拿在手上好一点。你好。我是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的，我姓杨，这是我的证件。这是我们你们这个健身房的负责人在不在？负责人的话在楼上吧。好，走，我们上去。文经理是吧？雨花法院执行局的，我姓杨啊，这是我的证件。打过交道噻？知道是怎么回事噻？我知道。啊，准备怎么搞的？2个案子。是那个几千块钱的工资吧？不是几千了，2个案子一起加起来有3万多，你不清楚啊？3万多吧？一个的。因为是这样的，确实没有钱。之前的话呢，我也跟他们说过，我现在微信里面就是90多块钱。我现在每天的话，我都是睡在这里。当时我们把那个执行通知书给你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你受这个疫情的影响，你现在一个生效法律文书，你必须要履行的。你看能不能再给一点时间？我告诉你了，今天来我们就是依法要强制执行了，希望你配合法院的工作。我们首先第一步就对你的这个场地，我们要进行一个搜查。我看你说的是实话不？我宣读一个搜查令，你就配合我们一起来工作。我们的法警和书记员将对你的场地进行一个现场搜查。先把那个前台那里搜一下，保险柜打开了。财务是在哪一间啊？财务在这里，我带你过来。都是你的入场凭证吗？这个是哪个店的咯？你这个2维码是什么意思？是我爸爸的，不是，是现在，是10月多少号才搞的？啊，就是说你这个2维，这个手机在那里，这个2维码钱是付给你爸爸的，是吧？啊，对。行，把你那台手机拿过来，让我看一下。这里。把抽屉打开，把账本拿出来，我把这个主机拍下来。惊喜花，你把这里面拍一下。
扣押3台动感单车。哦，18点18分，来几个发具，扣押了3台动感单车，先抬到电梯上面去。可以了，可以。就是从10月份开始换的。对。那你这个微信是才注册的啦？你12月份还做了几万块钱啦？你看我付租金付了多少吧？你付租金你该付，但是你员工工资你也要付啊。宝哥，能不能再给几天时间给我啊？根据你健身房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完全说你在说假话。那你还是1个月有3万多收入了。然后我的租金，我还有租金的水电费。我并不说你每个月把所有的收入全部拿来还债，你总得要还一部分不？希望你尽快、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钱给还上，否则的话，我们法院下一步的执行行动就是直接变卖你健身房的所有的器材。反正一个原则，你要积极面对。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款付上，然后我们把这个案子了结。2021 1月7日7号。我们扣押你电脑主机，包括你的收账的账本啊，这里我们的书记员都已经详细把它记录下来，及时还清款项以后，把电脑主机以及我们扣押的3台动感单车拿回来，然后积极想办法筹款，把这个案子尽快的执行完毕。我们先走。不要多的关系，不要多的关系，一概不可。断绝父子关系。啊，多点。矛盾关系，矛盾关系。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哎呀，你他妈麻烦我！美国给头球，赶紧人家我写几个讲还不给我丢了，我全部在这里。我不要你，我不要你。如果说归还他所有的房产也好，钱也好，后面的事情不让你负责，那不可能。经过我们合议，会给我们的优胜者颁发一个普法大使的荣誉证书。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天天向上指定补水护肤品牌温碧泉，秒补水顺润透，补水就用温碧泉。是的，天天向上新年福利持续放送中，带话题词天天兄弟新年心愿发微博，并配合观看本期天天向上直播的画面，我们会从当中抽取10位，送出2021年限量台历。不要多的关系，不要多的关系。一概不可，断绝父子关系。啊，多点。矛盾关系，矛盾关系。那么你们现在如果说是接受诉讼前的了解的话，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不要还债搞几回，我钱也搞几回，我没钱呐，我讲这个事讲这么说啊。但是现在他们这里每个月都有相应的这个养老金。哎呀，你他妈麻烦我！他的钱是我的钱。美国给头球，赶紧人家我讲我还不给他是了。那别的女的，那当时就那不饿死了，别的女的起个到，那不要干，我感觉丑。那还是把那个钱给到这滨江的那个妹子的了。当个么呢？11万块钱我自愿的，他要跟我一辈子。您会跟那女的打结婚证吗？我讲你打结婚证，他抽的，他又抽的啦。你这别个呀，你个早约不成我，丫头还干嘛？怎么说呢？我全部在这里，我不要你，我不要你。看得出来，他们这个矛盾啊，积怨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如果能调解成功的话，是需要打开双方的心结。打比方，我们来调解吧。您现在担心的是，钱都骗掉了，房子都骗掉了之后，还有事儿要你们来买单。对啊。好了，如果说归还他所有的房产也好，钱也好，
至于我在外面欠的钱，什么什么东西，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后面的事情不让你负责，那不可能。说实话，就让他把这个办好之后，什么都搞定了，我心里也是担心，他明天会不会病呢？明天会不会有饭吃啊？他毕竟是他先天长把岁，不是牙了。对，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赡养的义务。那没错了，是吧？你的赡养义务，有这个钱，你赡养的更踏实；没有这个钱，把这个钱还给他，你还是得赡养。所以跟这个钱在不在你手上和赡不赡养他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就没必要闹到。好，您说。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一直两兄弟都对他们好，都对父母好，该给的都给了。作为儿女是这样做的话，父亲85岁了，他还要房子，他为什么要房子？这种社会现象，难道法院支持吗？我们从权利，从这个权利上讲那怎么让老百姓去安定团结呀？去安定团结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父亲。我的父亲，我可以说鱼化区只有一个。是，有可能长沙市里只有这个。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父亲，但是他的幸运是，他有你们这么好的儿女。我和你说，他的衣服一直啊，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什么好的，他我鞋下滑，让他们享受，掉下我，让他们享受。怎么就别算那小的事了？就你们家这事就是这么写的。对你是觉得怎么调节一下会比较好？我觉得他们应该用爱调节。我们家里不存在，不存在。你们家没有，我就说没这事。说到底就是这事儿，就是那个情感觉啊。对，我还是幼稚，老以为毕竟是一家人。但是他已经闹到法院了，他就不是用感情就能解决的事情了。那时候还是要用法律的东西去先把事儿弄清楚，再去说后边的。他现在要回家住，没问题，搞吃都没问题。我们什么都安排他，不是光安排的问题，交流方式一直都是感觉我只要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了，感觉我的义务就尽了。之前跟您爸爸就是没想过要怎么陪他嘛，因为他老出去找女孩嘞。他为什么要老去找女孩？我把孩子蛮小啊，我启动不好这我告诉你了，几十万嘞。这个事情啊，我也是听着，就是接不接受这个调解嘛？现在看双方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理由，包括对这个款项的这个认知的差距，是吧？你看没有钱，他们这边说就是没有钱，这边说就是10几万，所以双方呢现在就几乎达不到一个调解的前提。在这个调解之前，还是有可能要去对在村上啊，包括周边的派出所啊，还是要把这些具体情况了解清楚，我赞同，才能够做更好的一个调解。我特别赞同这个事情，是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开展到这种情况，也遇到很大的阻力。看来我们这个调解啊，我们认命了，我们认命，但是我们也不认输。我希望各位也保持这种，因为爸爸就是这样的。我见到你们都很高兴。如果说大家不接受这个调解，那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程序。调解程序在诉讼当中一直这个是敞开的。你们这个有新的调解意向了，我们随时可以组织。就是下去了解一下情况。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嘛。好，谢谢大家，谢谢。马上，谢谢。我们还是要跟那个调找一下了。我们理会法官也跟他讲过了，他恢复了，是不？好，那这个案子您就拿回去，退回这个起诉，好吧？欢迎天天兄弟回归，回归呀！回来。我觉得跟孩子们的交流啊，非常的快乐，但是转身我跟大张伟就当了人民调解员，我们很想把这个事情完成，但是呢，的确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毕竟我们是第一次来做这个工作，一些技巧啊，还有一些方式方法呢，有待提高。大张伟，你觉得呢？我觉得比较开眼界。我以为我已经看见了银河了，其实还是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大开眼界。你以为你已经见过不少了？所谓人间百态，以前总是说这4个字儿，其实是真正感觉到这种我什么人都有。就是感觉很严肃，很谨慎的一天，对，尤其是就过安检的时候，真的要很仔细的去检查，然后才能再放进来。而且今天我在哪儿也看了一会儿，我跟一博才发现，每回我们被安检的时候，后边那人干嘛，我们终于看见了，因为每次我们都这样嘛。对，人家这次是在抠你那个腰带里头。哦，终于明白哦，他在干嘛了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儿，忙。觉得你这个字总结得非常好，我们全国的法院系统的工作人员真的都很忙，年轻的法官，你想想看，一年300多个
400多个案子要解，你还别说我们这些中坚力量1000多个案子解，你说忙成什么样？我觉得对4位老师今天的这个表现出的敬业。汪涵老师除了这个普法，人民调解员，然后客串了一回审判长。对，客串了一下。从您今天在审判长席位上的表现，可以看出，您如果不做这个优秀的主持人，到我们法院来当法官，我相信一定是最优秀的法官。好，钱锋老师呢？来，钱锋，我们的这个前辈带新书记员的时候，都会有个交代，拿一个本子，拿支笔，要把该做的工作，咱们大家都把它记上。很多新的书记员，他呢很爽快，一转头就忘了，哎。但是钱锋老师今天做得很好，执行得很快，为您的优异表现点赞。运动量也达到了，对，瘦了2两。张伟老师呢，给我印象中很深刻啊，很有责任心，导素台很热情。在监控室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大厅里面窜来窜去的时候，感觉乐在其中啊。对。王一博老师呢，是几个老师里面应该是内容比较重的一个啊。从最开始的这个擒拿，对，到对抗的训练，上手很快，能打啊，很棒。好，谢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会给我们的优胜者颁发一个普法大使的荣誉证书。经过我们在监控室的合议，获得最具候场能力普法使者是我们的韩哥，对，毫无悬念的。好，谢谢。最具喜感的普法使者是我们这个大张伟。走2步，别成喜感，大张喜，最敦厚的普法使者，敦呐，前锋前敦，前敦的。最勤奋普法使者是我们的一博，所以恭喜4位都能够在我们今天解锁任务中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称号。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有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李宇先为上诉普法使者颁发荣誉证书。辛苦了啊，今天谢谢。感觉是一份荣誉吧，也是一份责任感，不是说颁一个证书就这么简单的。谢谢。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平时接触到的所有的行业是最严肃和认真、很谨慎的一个行业。谢谢您哦，我荣幸啊，我非常尊重、俺的敬佩，就是说做这个职业的所有的朋友们。医院是救人身体，这个地方是救人纠纷。谢谢，非常的优秀。谢谢。那法官肩负的这个责任，它成为了最后公平正义的一道防线，让你付出的不单是你的精力，不单是你的学识，甚至还要付出生命。你想看它的分量是什么？3、2、1。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今天是我们在丁家第一次录制，大家觉得怎么样？好极了，放民度击败帆船酒店，8厘前塔。哇，我们是一个可以后边换动态桌面的节目，对不对？新的一年我们要做自己的魔术师。哇，牛魔王来也！牛魔王，这是我亮哥呀！哇！今天我们要跟我们4位魔术师进入到一个魔术空间，接下来我们请大家自行组队，选择想要学习的魔术种类。看到什么就记住它，你要大声的告诉观众就好。我今天教你的这个，没有魔术师在电视上演过。韩哥也来紧张了。金元宝，我们2个要是在古代，真的能非常厉害。为什么我会这个？妈妈，我怎么了？妈妈，我不是这样的人呐。想一个数字，3.1415.26，他现在翻过来不会是？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吗？最终心愿，韩哥变魔术，小木木。1个小时之后，开启我们的魔术大秀。我相信我自己，耶！
刚才打开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把每一张牌都正反面的交叉的叠在了一起。哇，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啊！天哪！啊！是的，天天向上新年福利持续放送中，带话题词“天天兄弟新年新愿”发微博，并配合观看本期天天向上直播的画面，我们会从当中抽取10位，送出2021年限量台历。好，谢谢。非常感谢法院对我们节目的配合，也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的体验我们法院工作者的一天啊！谢谢大家。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也感谢独家冠名商猿辅导在线教育，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是否喜欢法官这份职业？我热爱这份司法事业，还是喜欢，不然的话也不会坚持这么久。正是像我这样一个个普通的人，才将我们的工作点缀着如此灿烂辉煌。如果我们的工作到位了，当事人对法院的认可度、信任度都会增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帮助，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是 Walkman 职业侠，我是 Walkman 职业侠，我是 Walkman 职业侠，我们是 Walkman 职业侠。